好，今天我们来简单玩一把匈牙利的霍尔利国王线。这条线只需要我们开局点结束摄政，然后遵守小协约，建立新王朝即可。这条线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强度的，它的强度主要就在于最下面这个高高在上啊。这个国策给了我们一个宗徒王国的精神，直接减了15%的补给消耗，又加了10%的陆军攻防啊，还真是高高在上呢。开局因为条约的限制，依然是先铺民工。这期视频就不和大家收硬币了，因为我发现就算投了硬币，视频也是没人看的。这边就不过多挣扎了，直接开摆啊！大家如果想投的话，可以留着给我下一期投。这个事件貌似每次玩匈牙利都会碰到，选哪个都一样的。第一个顾问上谁都一样，上这个时政治点是稳定的。很快点完了建立新王朝，我们这边就可以安排霍尔蒂来当我们的国王了。看似减了很多稳定度啊，但是它也没啥用。这么一看，倒不如让霍尔蒂当太上皇比较好啊。接下来的国策走左边，未来的空军给我们一张幽火学说的卡，比这个机动作战好太多了。可能有人觉得右边的装甲师攻击更赚一点，但是我们很难造得起装甲师啊，前期就先用炮兵垫一垫吧，多的点数继续来拉稳定。然后决议里面多了一个匈牙利的法西斯运动，如果我们不管的话，在400天之后会起义。这个起义很好解决，但是有多的政治点还是点一下。关于国策送的王室卫队编制可以看一下，它又是这个马扎尔骠骑兵啊，5营旗，几乎没任何作用。点完王室教育计划之后，会有一个英匈同盟的国策，点完就能加入同盟国啊。但是先不着急，我们先把这个奥地利给它办了。国策方面，我们直接先点这个在莱塔发动起义。这个国策点完之后，会给奥地利触发一个事件。如果他选择硬刚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开战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跳过一系列国策了。匈牙利有许多国策是和这个特里亚隆条约有关的，但是只要一开战，特里亚隆条约就会消除，所以这些国策也自然跳过了。这个事件成功的概率我也不太清楚，主要是看奥地利有没有掉稳定度。他如果怂的话，是直接扣5%的稳定度；坚持就直接开战。所有部队先把线画好。他这个反应有点慢呢。这个奥地利还是选择了和我们硬刚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跳过了一堆国策了。开战之后也是得等时间走一会儿才能消除特里亚隆条约。我们先开始跑地啊，最快速度拿下奥地利。他这个首都有一个师是不动的，不管他，我们直接绕过去。宣布意图跳过之后，我们就能很快点到这一堆收复国土的国策了。不过现在实力不够啊，我们先来一个军事演习。因为特里亚隆条约已经解除，我们可以直接安排战神经济了。人力法案的话，先切一个志愿兵，或者我们先来一个陆军部长加一下经验，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这个匈牙利什么都缺，先来一点经验值吧。火速包围维也纳之后啊，可以直接进攻。这边家里面的飞机也派过来帮个忙。很轻松就拿下了奥地利，但是我们没什么人力去占领啊，只能给他傀儡一下了。这边也是帮德国省事了，直接帮他跳了一个德奥和平等国策，节省了70天时间。我们这边再来消灭一下剑十字党啊，实在没搞懂为什么傀儡之后奥地利的领导人是这个英夸特啊，他这个明显是走黑线的。现在人力还是不太够用，我们先找这个奥地利要点部队啊，直接把他的骑兵师复制过来，我们刷点铁线。然后我们自己的部队直接转成步兵师啊，待会儿换装上火炮作为进攻师来用。接下来的国策先拿一个工厂，等我们部队训练一下再夺取斯洛伐克。先给我们主力师改编一下，加2个炮，增加一下战斗力。
开战前先把我们的骑兵师全部拉出来，再加上奥地利自己的部队，帮我们填个线。我们开战前的阵型就是沿河防守，右边露出来给捷克钻，等他部队全部钻进来，我们直接合围即可。休整好之后直接开战。很快捷克的部队就走进了包围圈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他全部都进来。好，我们略施小计就拿下了捷克啊！捷克的话，可以傀儡也可以全吃。东边这块我们是有核心的，而西边这一块待会儿会被德国索要苏台德。目前我们的方案还是先把核心地吃回来，剩余的地让捷克自己玩去。接下来就是对付南斯拉夫了。70天，国策点完之后，热度都没有超过25啊，英法都没办法保读，我们直接宣战吧。考虑到罗马尼亚保障了南斯拉夫，我们还得在侧面拉一条防线。全骑兵防守应该能顶住，就是我们的进攻步兵师还是有点太拉了，待会儿得给它升级一下。目前先凑合着用一下。
这局也是光速消灭了南斯拉夫。我们主要是把核心吃回来，其他的地就细细切作臊子了。我也不理解这个匈牙利的地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，他把克罗地亚给吃回去了，其他的地放空气墙也不错。德国这局索要苏台德的时间也挺早的，我们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啊，先拖一下。我真的服了，这个德国也太着急宣战了吧，他面前一点兵都没有啊，他就要宣战我。不过我现在也没必要出去抢地了，我们就赖在这个苏台德防线就完事了。这个 AI 确实是太智能了，他知道我没什么精力来防守啊，他自己一点兵都没有就要宣了，真的服了。大概明白这个 AI 的意思了，他就是不想让罗马尼亚上谈判桌，这样的话我的傀儡国也没办法停战，那我这些空气墙也都没什么用了。离我拿下罗马尼亚其实也就差几天，如果重新打这个存档的话，跑得快几天就能完成了，只是没算好这次的时间啊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罗马尼亚不少地是我的核心，其他地区的话稍微派点部队压一下就行了。关于苏台德防线，我也是懒得防守的，从这边打出去意义也不大。我们接下来就是先等这个意大利进来啊，意大利一宣战，我们就消灭意大利。比较郁闷的是，居然要点完这个70天国策才能造核啊，我还以为可以直接造呢。那先不着急，我们先来一个英匈同盟，我直接进同盟国阵营啊，我把英国拉过来打德国不就行了？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拉奥地利打罗马尼亚，所以他是没有进战争的。我们待会儿打意大利必须得从斯洛文尼亚这边钻过去，只能说我这个苏台德铁壁，德国一辈子也撞不开啊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苏台德让给德国，不然后面会打得很难受。目前为止装备也不缺了，直接便宜的机枪车先造起来。英匈同盟点完之后，英国是必然同意的，这样我们就全体加入同盟国了。接下来就很简单了，我们直接拉这个法国进战啊，一起来把这个德国给冲了。目前德国边境是一点兵没有啊，可惜这个法国不太喜欢主动进攻，我们得把部队派过去帮他跑一下。
家里面留5个师防守吧，剩余的部队全到法国去。虽然说意大利也会进轴心国，但是他目前好像不是很敢开战啊，那就先不管他，就算他开战了，我也可以先把饺子吃了。感觉我们部队还是来迟了一点啊。德军已经把防线布上了，不过没多少部队，我们冲一下看看。啃了半天，终于啃下来一个萨尔布吕肯，但是感觉进攻还是很累啊，那就这样吧，先在这儿挂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德军一直执着于进攻我这个点啊，虽然 AI 的逻辑改了，喜欢抢补给站了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打吧。他5个装甲师全派过来了，这倒是一个机会，我直接把这个法国这边的部队全拉回来了，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全部包在西里西亚，尝试一波冲锋看看。好，这样一包的话，那德军就彻底凉了呀。看来也不需要等这个德国宣战波兰了，我们就已经提前把德国给解决了。实在没搞懂 AI 的逻辑啊，这么多装甲师就全部捐在这儿了，我们接下来也不需要扩张了，只需要把这道防线给它顶住就行了。我们玩家肯定是会开死守的，他根本就救不回来啊！接下来直接挂机，绷不住了。就在我大获全胜的时候，英国把我踢出阵营了，看来蠢驴还是没有修这个逻辑啊！我真的服了。刚被英国踢走啊，英国又来邀请我了，都已经多少个版本了，还这么搞啊！我再进就是了，反正肯定是要同盟国飞机帮忙的，我们自己没有抢空优的。德国部队知道自己被包了，肯定要缩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先等他自己往里面缩吧。他这个补给不够，他就会往补给站这边走啊。我们也没什么人力了，因为刚刚英国退了，又得重新找这个印度要一下驻军了。没有外国的驻军，我还真压不住这个罗马尼亚，只能说是被德国恶心了。这个饺子是真难吃啊！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吧，下一集我们再来玩一下我们这个匈牙利的核心啊，就是所谓的高高在上啊。